没用，中非还是哥俩好。这日本砸下9770亿，最后呢那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这下怕是要找美国算账了。各位好，欢迎来到康寻说。不久前，菲律宾总统马克思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了会晤。那根据会晤之后的声明，日菲两国似乎达成了不少合作。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岸田政府计划向菲律宾提供6000亿日元的援助。另外呢，还将向马尼拉通勤铁路项目提供3770亿日元的贷款。而日本之所以下血本呢，不难看出是想要用这9770亿日元来拉拢菲律宾。眼看日本都如此有诚意了，那作为回报，当时菲律宾方面同意与日本达成一定合作。要知道，9770亿日元那不是一个小数目啊。那既然日本是打算拉拢菲律宾的，那么该国是如何肯定，又或者说是哪儿来的自信，一定会成功的拉拢菲律宾呢？在分析看来，如果非要说是自信的话，那么很大可能那是美国给的。在日菲双方会晤之间，美国防长奥斯汀对菲律宾是进行了一次访问。这期间，菲律宾同意向美国新增开设4个军事基地，而菲律宾之所以答应美国的要求，是因为美国也给了菲律宾一个承诺会在南海问题上用行动力挺菲律宾。中非之间嘛，那本就是因为南海问题存在了分歧，美国深知这是一个突破口，能够以此忽悠菲律宾，让菲律宾重新把矛头对准中国。事实证明，美国是成功了。菲律宾军方派出军舰强闯仁爱礁海域，还指责中国海警船使用激光照射菲律宾船只，导致菲律宾船员陷入危险。说白了嘛，美国就是想要挑拨中非之间的关系，让菲律宾也成为自己反华战略的马前卒。这有了菲律宾军舰强闯仁爱礁事件，日本这个时候对菲律宾进行拉拢的成功的机会自然就是很大了。只是日本也没想到，那即便是中非之间发生了不愉快的事件，即便是下了血本砸了9770亿日元，也没能成功的拉拢菲律宾。消息显示，菲律宾总统马克思会见了中国驻菲律宾大使，双方就菲律宾方面擅闯仁爱礁一事是进行了讨论。为了澄清事实，中方再次介绍了相关情况，表示中国海警船使用手持激光测速以及手持绿光指示笔，是在测量菲律宾船只距离和航速，并指示船只方向以及航向，来保证现场的航行安全。所谓的采取激光照射举动不存在，手持仪器也不会对人员和装备造成损伤。至此，当误会消除，菲律宾方面已经是了解了事情的真实情况之后，两国将继续通过友好协商的方式，妥善地处理海上问题，共同维护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那同一天呢，报道称，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声称将谨慎考虑与日本之间的相关军事合作。马克思的表态一出来，想来这日本就已经知道自己的拉拢是没戏了，斥巨资是砸了9770亿日元，这到头来换来菲律宾说不，中非呢还是哥俩好，以岸田政府的性子，这下怕是要找美国算账了。你看这美国干的好事，这挑拨之后，中非关系依然很好。然而这话又说回来，这日本竹篮打水一场空，分析认为那是注定的。就算中非之间没有解除误会，马克思政府也会谨慎地与日本的相关军事合作。这毕竟，一旦与日本达成军事合作，就意味着在中美之间是选边站了。美国是菲律宾得罪不起的，但是中国那也是菲律宾不能得罪的。在包括经济在内的多个方面，菲律宾都要依靠中国。如果说得罪了美国，菲律宾日子不好过的话，那么得罪了中国，菲律宾可以说那根本就没有日子可过了。这一点杜特尔特政府那是非常清楚的。所以但凡马克思政府头脑稍微清醒一点，那就不会自找不痛快，跟中国站在对立面。好了，本期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欢迎点赞转发，留下您的精彩评论。